你在沁河写的那封信，让我转交给袁大小姐，袁大小姐并没有收到，是夏姑姑拿去，说她要送去，但她也没送。我在阿元眼里成了什么样的人？我与他山盟海誓，随即不告而别，从此避而不见，甚至再三赶逐了他。我成了怎样品行卑劣的无耻之徒？阿紫，不是的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只要是误会就能解得开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公子，阿紫，快服下。公子，薛公公来了。快把这收拾干净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操这些心干什么？薛才是皇上的心腹，我不能让皇上认定是阿元导致我病重，由此迁怒于阿元。薛公公，请。老奴见过端侯。薛总管，有事？陛下听说端侯的身体大有好转，很是开心，特意让老奴过来瞧瞧。说端侯若是好些，可以到宫中坐坐，把上次对弈的那盘棋下完。你再敢袒护那个意图谋害你的女人，小心朕烧你具尸体！其实，陛下也为上次向端侯怄气之事懊恼，陛下有意修好，不知端侯……我自然要去一次的。阿慈，放心吧，我恢复的不错，去宫里下一局棋也无妨。那我送你入宫，若有什么不适，我也能及时应对。在屋中躺了几日，出来走走，倒也舒适。哎，我娘呢？啊，上午宫中有人不知传出什么消息来，夫人就急匆匆地拉着小贺王爷入宫了。秦姑拜见大小姐。我记得你，你是揽月湖畔的姑姑。正是。前几日在揽月湖见到袁夫人，奴婢厚着脸皮上前叙了叙旧意，袁夫人心善，便将奴婢带回袁府养老。你来袁府，真的只是为养老吗？你久在宫中，我母亲也时常进宫。若说是叙旧意，也不必等到近日。奴婢为的是揽月湖里那对苦命鸳鸯。小印子跟瑟瑟。阿慈，父皇是行伍出身，这性格呢，有时候过于急躁点儿。不过，这一言一行，都是在为你着想，从未想过让你伤心，让你难过。是，臣明白。启禀陛下，何事？袁夫人贺王爷求见。
让他们进来。是。陛下，不必多礼，起来说话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陛下，臣有事回禀。何事？回陛下，自父亲逝去，臣不胜哀戚。尤其忆及父亲多番要为我娶妻，绵延穆家子嗣，而臣只顾玩乐，百般推脱，是不孝之极。贺王就你这么一根独苗，按理说呢，你早该娶妻生子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整日胡闹，还要你父亲为你担忧。陛下教训的是，臣痛定思痛，深感今时而作废，决定尽早成家立业，完成父亲的心愿。故而，臣求了袁夫人，希望早日能与阿元成亲。玉楼，你意下如何？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只要女儿愿意，我自然是没有意见。那这么说，阿元已经决定不退婚，维持以前的婚约。正是。北燕丧父，有多少人把他当成平庸无能的纨绔子弟，等着看笑话？而阿元却不辞辛苦，帮他捉拿凶手。阿元遭人诬陷，有人置之不理，有人落井下石，而北燕却百般开解，静静相守，静静陪伴。正所谓危难见人心，这两个孩子经过一番磨难，自然会明白，究竟谁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人。我也曾有过四顾无助的时候，可叹却没有那么一个人，像北燕对待我的女儿一样，陪我熬过那些艰辛的岁月。既然你都同意了，朕没有理由反对。更何况，穆中就北燕这么一个独生子，朕也盼你能早日的安定下来，如你父亲一样辅佐朕，开疆辟土，成就大业。谢陛下。陛下圣明。当日我和长乐公主就在推测，小印子为何会背着瑟瑟前往人烟稀少的揽月湖去。如今看来，她其实是去找你的。小印子是我一个本家侄子，入宫不久便已寻到我，与我相认，后来还带那个瑟瑟来见过我一面。只是他颇受叶王看重，我却是前朝宫婢的身份，到底有些妨碍，所以每次都是悄悄的来，并不与其他人提起。小印子是个聪明人，叶王殿下虽然贵为皇子，但向来胆小怕事。
若是听说小印子与前朝宫人往来的话，难免心中忐忑，指不定就不敢重用他了。所有人都认为叶王殿下胆小怕事，但我听小印子提起来，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怎么讲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赶紧回去，你需要立刻治疗。走。云朵，去打听下刚刚建章殿发生了什么。是。左公子，我们家公子没事吧？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？他在宫里又被袁夫人不动声色地气了一回，我怕他撑不住，便把他带到了我这里。在我这里诊治用药，倒也方便些。可是北燕为什么会恰巧在阿慈进宫的时候入宫来说他和阿元的婚事？难道是袁夫人故意在那个时候把北燕带入宫？还有我们经过时那2个说三道四的太监，难道也是袁夫人安排的？左公子，什么意思啊？袁夫人大约是认定了阿慈是故意欺辱辜负她女儿，已经将她恨透了。这可不行啊！我去找袁大小姐，要是找不到，我去找小璐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啊！不用了，公子，不用去解释。可如果阿元小姐一直误会你，她真的会嫁给小贺王爷的。妍希，记得你说过，北燕和他很般配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就算是再般配，也抵不过你们这么多年的情谊啊。北燕待他真心，可以跟他厮守一生，让他不再孤寂。袁夫人有手段，有心计，可以护他安全无虞。而我，就算有机会向他解释清楚，也不能陪伴他多久。得而复失，只会令他加倍难过。不如就这样，让他咬牙切齿地恨透我，才有可能慢慢敞开怀抱，去接受其他的男子。公子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当初就应该亲手把那封信交给阿元小姐。要哭回家哭，不要扰了你家公子静养。你听我说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就不会死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妍希，谢谢你。小姐，长乐公主来了。
公主，快起来。阿元，我是来给你道喜的。道喜？道什么喜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今早你娘带着穆北烟去我父皇那儿请旨，说准了你们的亲事。穆北烟还真打算跟我成亲啊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有几个像端侯那样的傻子，连你这样的都不知道珍惜，真是比赵岩还笨。谁又在背后说我坏话？公子，宫中传来消息，袁大小姐和小贺王爷要成亲了。什么？我的事情，我回头再跟穆北烟说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一事要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啊？你还记得揽月湖住的那个老宫女吗？她是小印子的姑姑。小印子，那个工人落水案。当日我们前去查看过那2具尸体，双目突出，腹部干胀，其实更像是窒息而死。这伤痕看着好奇怪。赵岩，有什么兵器能伤成这样吗？这大概是茧所致的伤痕。那老宫女秦姑提起，那日小印子背着瑟瑟，硬是想逃到她那里去，却在揽月湖遭遇了劫杀。秦姑隐约听到小印子的声音，没敢起床查看。但小印子被打落湖水后，她借着月光看清凶手竟是龙虎军的一名禁卫。这也正和赵岩所查到的线索一致。揽月湖一案，我的确查到一些眉目。我托人查到，那晚执检的禁军当中，只有韩晴曾在揽月湖附近出现过。韩晴，什么人？他是龙虎军的统领，皇上身边的人。小印子还曾告诉过秦姑一件事：叶王与宫里某位妃嫔暗中来往很密切，那口吻似指叶王与这妃嫔关系不寻常。秦姑的意思是，叶王与后宫嫔妃勾结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本案最大的疑点还是在于小印子跟瑟瑟因何被杀。如果秦姑说的是事实的话，那么小印子跟瑟瑟就是拿到了，或者是被误认为拿到了叶王的某个把柄，才会被人赶尽杀绝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也想起来了。当日我和赵岩在瑟瑟房间里，奇怪，杜鹃喜阳。怎么这花在屋内朝阴一侧却长得更加繁茂？难道说这花被人动过？在瑟瑟房间里找到一枚藏起的钥匙，一直没发现是做什么用的。我就说吧，叶王哥哥是不会说谎的。这案子看来可以结了。这小钥匙也说明不了什么嘛。你说的对。谁？出来！参见公主。你是何人？奴婢是叶王殿下身边的宫女，婷儿。有事要禀告公主。奴婢方才经过寝殿，无意中听到公主和叶王殿下在说话。奴婢是特地前来求公主，为瑟瑟和小印子伸冤做主。瑟瑟和小印子，一个因病暴毙，一个失足落水。叶王刚刚说的一清二楚，你又有何冤屈？本公主又能如何为你做主？
奴婢虽然不知道真相究竟为何，但叶王殿下他所言不实。哪句不实？瑟瑟刚刚入宫，身份微贱，根本就进不了叶王殿下的身，也绝对碰不到什么鹿骨汤。而且小印子和瑟瑟关系甚好，他怎么忍心看着瑟瑟还未咽气，就背着他抛尸呢？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叶王哥哥会做出这样的事来。可是他那天的确撒了谎啊！如果说没有内情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你这番话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谁？父皇身边最受宠爱的乔贵嫔。乔贵嫔？我听说过他，他身世不错，父亲乔丽好像是大理寺卿。对，乔丽当年能当上京官，全靠叶王帮忙，后来才因为女儿得宠而步步高升，做到了大理寺卿的位置。若说叶王哥哥与后宫哪位妃嫔有关，恐怕也只有乔贵嫔了。可如果说小印子和瑟瑟的死跟叶王有关的话，那为什么出手的会是禁卫军？那我宁愿这2位宫人是犯了父皇的忌讳被处死，也不愿意是叶王哥哥夹在中间做过什么。我希望他永远是我傻乎乎只会吃喝玩乐的二哥。如果真的有哪位皇子肯一心一意只顾着眼前的吃喝玩乐，快活一世，那也算是把这辈子活得通透了。只可惜，连我这个公主有些事都要被牵扯进去。叶王哥哥若想活得通透，也不容易吧？这么多糕点，总有几样是阿元爱吃的吧？北爷，这么早你就散牙了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景慈和阿元的事，你为什么去添乱？我怎么添乱了？阿元被景慈伤了心，我娶她，讨她欢喜，好好照顾她一辈子，哪里不对？你难道忘了，她是阿元，不是青离。和你有婚约的不是阿元，是袁青离。不管她是青离还是阿元，我也向皇上回禀过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心心念念想要娶她，也就是她。可你并不知道阿元原来是什么样子，更不知道他跟阿慈有着怎样的过去。他们的过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知道景慈不仁不义，欺负阿元，还天天跟那什么择生择死的卿卿我我，任由新欢和老奴联手欺负他。北燕，景慈虽然有些傲气，但他重情重义，他们2个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阿元好得很，爽朗大气，行事磊落。她这么好的女孩，景慈都还能让她生出误会来，肯定是景慈的不对，她自作自受。所以，你真打算娶阿元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怎么能错过她？不跟你说了，给阿元的糕点要凉了。乱了，都乱了。小姐，贺王府把聘礼送来了，大家都跑出去看了，咱们也去瞧瞧吧。
小贺王爷抬来的香笼又大又多的，光那礼单就这么长，里面还有那个珊瑚这么高，还有珍珠得这么大呢。去看看。从家世到性情，到才貌，再到同样狼藉的生命，我和北烟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小姐，你看你又胡说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看，这是夫人让我给你过目的。承皇帝谕旨，贺天恩浩荡。穆家公子北烟与袁家小姐结诸臣之好合，缔秦晋之姻缘，白头偕老，五世齐昌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婚书，母亲是想告诉我，如今事情大局已定，让我不要再有过多的他想。对了，贺王有没有来？啊，小贺王爷和夫人聊天呢，估摸着一会儿就过来看你了。阿元，今天精神好些没？这是你上回想喝的酸梅汤，你尝尝。小洛，去拿汤勺。是。北烟，你不该跟我成亲的。怎么，还是看不上我？晚了，皇上金口已开，你想后悔，也没机会喽。我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，我是不想毁了你小贺王爷的大好基业。你应该娶一个跟你彼此相爱的女子。我晓得你面恶心善，可如果你为了安慰我而娶我的话，会误了你的一生，而我又成了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面恶心善？我哪里面恶了？不是，这个不是重点。咱们行伍出身，谁讲究这个？现在最要紧的是，我怎么就面恶心善了？哎，小洛啊，镜子呢？你看看我，哪儿面恶心善了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随口一说也不行。你看我这容貌，这气度，见过我这么俊秀的恶人吗？好了，就当我说错了。这就对了。一会儿陪我去一趟贺王府，我们的亲事，我想亲自跟妍希说一声。好啊。北烟，你回来了。还有袁小姐，莫不是知道端侯在我府中，特地赶来探我？左公子在想什么呢？你本该叫我一声弟妹，为什么不是想着我来看你，而是想着我来看一个毫不相关的男子？阿斯并未对不起你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我就喜欢阿元过分。日后嫁入了贺王府，若是太良善，指不定就有什么人敢栽他的赃，害他的命，还让他背上一个毒妇的恶名，多惨！如今这样的性子多好，旁人若是想害他，也得睁大眼睛看看清楚，眼前的人是不是他招惹得起的。我向来以良善待人，只因为相信旁人也会以良善待我。那些以恶意待我之人，休想再从我这里得到半分的善意。
我没有以牙还牙，已经是足够的善良了，也算是给你和你的朋友留下最后的颜面。如果这么着你们还是觉得我过分，那便请你们咬牙忍着，不要再来招惹我。因为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也不大好。听到没？你不许让阿渊不痛快。你们这又是何必？阿渊，阿慈其实一直一心为你，从未做过负心之事。左公子是聪明人，应当知晓这世间有一样东西，摧毁容易，想重建则难如登天，那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左公子看来不大欢迎我们。你说完了，我们就赶紧回去吧。那你且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外面天气有点凉，袁大小姐，还是进屋里暖暖身子吧。这一幕好熟悉啊！你要不要试试，看看能不能绘出一幅兰花？兰花。为何途经邂逅，嫣然难厮守？那些哑然反侧，怎奈还兰花很简单的纹路，是梅兰竹菊中最好绘的。未出心口，飘摇昨天，感慨了错落。对你还未说的，只好挽引我心头。伤透只多面若那烛火，我对你曾诉说的未出心口，因缘错过难过又何落？对你还未说的，只好挽引我心头，倾泻在没你的尽头。分出的兰花越发好看了。只会分出兰花，足见愚钝；只会分出兰花，足见愚钝。难得端侯烹了好茶，一起喝吧。汤文再好看，也是用来喝的。果然好茶，好香的茶。怎么了？看你一路上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不舒服？
没有，我刚刚取了一些左妍希的药来闻，就一直觉得脑袋疼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来，但仔细想，又什么都想不出来。啊，想不起来就别乱想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身体养好。景慈将阿元和清理调包时，曾用药抹去阿元原来的记忆。当时景慈的身边只有妍希，这药必定是妍希给他准备的。莫非妍希不希望抹去阿元，在准备药材，想让阿元恢复记忆，回到景慈身边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件事儿忘了跟妍希说，我回去找她。那你赶紧去说吧，你家里也有一摊子事儿，别老往我家跑了。嗯。小王爷，你们确定我要找的人就在那里？叶王的心腹丰田曾多次出现在那里，属下前后2次看到他押人进去，还有一次看到他将人带出，基本可以确定，公子要找的人十有8九也在那里，只是想找到确切位置，还需要费一番手脚。好，你们继续调查，一定要救出江父。是。最近贺王收心不少，若能顺利成亲，恐怕会继续常住在府中，你们就不便来找我。有事我会去找你们。记住，我找江父的事，不可泄露出去半个字。是。去吧。妍希应该是在替皇上办事，可为什么这次的口吻听起来不太对劲？江府先前和庆和那系列案子相关的那位14老板娘，不也姓江？她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。小姐看着比前2日是胖了些。哎呦，前2天她瘦的可吓人了，夫人都快急死了。我胖了？有吗？有吗？没，你那不是胖，是丰盈，丰盈了。都怪那个穆北燕，天天往我这里不是送糕点就是送果子的，再这么吃下去，怎么得了啊？小姐，这说也奇怪，之前贺王天天往咱们府里跑，这几日虽然说是东西送着吧，但不见他人影了。对啊，都已经好几天没见他了，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。小姐，你这是想贺王了吧？一日不见，如隔3秋，小夫妻俩就应该这样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不过，我的确有些好奇，他在干些什么。快，去找找穆北燕在哪里。
你怎么来了？没病没灾的，难不成窝在家里面绣花啊？倒是你几天没见，查到什么了？我没查什么，是不是又有人跟你多嘴，说什么了？谁也没有多嘴，你的那些属下忠心的很，一问三不知，是我自己猜到的。当日的清离劫杀案算是水落石出，不过贺王的案子疑点犹在，你想查出你爹遇害背后的真相？阿远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不管你娶我是出于真心还是同情，既然我要嫁入你们贺王府了，那么我跟你就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出了什么事儿谁都跑不掉。你的事情没有一件跟我无关的。你既然入了我贺王府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做我贺王府的女主人就好。左妍希，我盯了他几日，隔三差五他就到这儿来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